一个穷到连饭都吃不上的人，却天天配着一把剑；一个被全城嘲笑的人，后来一战灭国，百战奋胜。一个将军最好的归宿是什么？封侯拜相、卸甲归田，还是功成身退？这个人的一生最可怕的不是他会打仗，而是他把年轻时所有的屈辱都攒成了后来改写天下的筹码。Hello， 大家好，我是 Carlo， 今天我们来聊韩信。在中国古代众多的将军中，打赢一两场漂亮的仗或许并不稀奇，但是韩信是那种善于用情报、心理、地形、节奏，把对手一步一步拖进自己设好的棋局里。也正因为如此，后人称他为兵仙。韩信，淮阴人，也就是今天的江苏淮安一带。史书记载，始为布衣时，贫无形，不得推责为利，又不能置身商贾。年轻时候的他没有工作，没有收入，没有资源，不但穷，而且还好吃懒做，经常跑到他们当地的一个南昌亭的亭长家里去蹭饭，而且一蹭就是好几个月。后来那个亭长的老婆实在是受不了，就大清早的把饭全部给做好了。等韩信到了饭点再过来，人家已经吃完了。韩信也明白这是人家在变相的赶人，所以也就不再厚着脸皮过去了。没饭吃的韩信就跑到城下去钓鱼。钓鱼的时候，旁边有很多妇女在洗衣服，其中一个大婶看到他饿成那个样子，然后心生怜悯，每天给他带点饭。就这样，韩信连吃了几十天。韩信很高兴，对这个大婶说：“以后等我发达了，我一定重重报答你。”结果大婶一听就生气了：“大丈夫不能自食，吾哀王孙而进食，岂望报乎？我只是可怜你是一个落魄的贵族子弟，才给你饭吃，谁指望你来报答呀？”这里有一个细节，这个大婶骂韩信的时候用了一个词叫王孙。吾哀王孙而进食，从这里我们可以判断韩信可能是贵族之后。除此之外，韩信还常年佩剑。在中国古代，铸剑的成本极高，能够佩剑的人身份都不一般。再加上我们都知道他熟读兵法，不像是那种完全没有接受过教育背景，所以韩信年轻的时候最早接受的善意也带着一丝刺痛。淮阴街上有一个屠户出身的少年，故意羞辱韩信：“你韩信长得高大还佩剑，你以为你很厉害吗？现在我给你两条路，要么你拿剑刺我，要么你从我的胯下钻过去。”这个混混和杨志卖刀时碰到了刘二，估计是同样的资历。不过韩信可不是杨志，史书记载：“信孰治之？斧出裤下，匍匐。”在场所有的人都笑韩信，觉得他怂。我们注意，韩信跪下的那一刻，孰视之？仔细的看，他不是害怕，而是判断，然后账我记下来。这就是韩信的性格。有句话叫性格决定命运，韩信后面的命运也确实是从这一刻开始注定。西元前209年，陈胜吴广在大泽乡起义，秦帝国开始崩塌，各地豪杰纷纷起兵，其中影响力最大的一支就是项梁和项羽的楚军。韩信去投奔项梁，项梁战死后，韩信又归到了项羽的麾下，被任命为郎中，也就是侍从一类的职位。影视剧《韩信口中的执戟郎》，韩信多次向项羽献策，项羽不用。很多博主讲到这里都会说项羽刚愎自用，错失韩信。这个说法没有错，但你们想想，如果我们站在项羽的角度，你就是当时的项羽，你会听韩信的吗？还真不一定。要知道，此时的项羽在巨鹿之战破釜沉舟，一战封神，这样一个武力值拉满的人，此时能不飘吗？即便不飘，会轻易听从旁边一个侍从的话吗？即便是放在现代的职场也一样。你跟一个连续创业成功，每次都靠个人判断去赢的老板，在他面前去提建议，大概率他是听不进去的。项羽明明赢了，为什么要听你韩信在一旁唧唧歪歪呢？所以就在项羽准备分封诸侯的时候，韩信觉得在项羽身边是注定没有出头的机会了，然后他决定离开项羽，投奔了刘邦。结果到了刘邦这边还是不被重用。
一开始叫韩信去做了一个连熬的小官，后来犯了法，按律当斩。前面13个人的人头已经被砍了，就在要轮到砍韩信的人头时，韩信大喊一句：“上不欲救天下乎？何为斩壮之焉？”汉王不是想要争天下吗？为什么要杀像我一样的壮子呢？此时夏侯婴刚好路过，觉得这个人不一般，再看韩信相貌高大，就把他给放了。两个人一聊，夏侯婴觉得韩信这个人是一个人才，于是再次把他推荐给了刘邦。我们在刘邦那一期有讲过，刘邦最大的魅力就是善于用人才，知人善任。这里我们还发现了一个细节，就是刘邦的手下也善于帮刘邦挖掘人才。刘邦很多手下都是这样互相推荐才上来的。韩信得到夏侯婴的重新举荐以后，刘邦封他为治粟都尉，也就是管粮草的。这个官其实不算太低，要知道三军未动，粮草先行。古人打仗，粮草是最重要的。但韩信依然是看不上这个官职的。不过在这里，他接触到了萧何。萧何是刘邦的后勤核心，相当于曹操的荀彧，可以说是刘邦最得力的内政大臣。韩信多次和萧何谈话，萧何越聊越精，觉得这个人不是普通将领，而是一个国士。萧何再次向刘邦推荐了韩信，但刘邦依然没有重视。韩信等了一段时间，实在等不下去了，待在蜀地注定也没有前途。所以在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韩信正式离开了刘邦。于是乎，历史上最有名的一幕来了，萧何月下追韩信。当时离开刘邦的其实不止韩信一个人，毕竟刘邦此时身处巴蜀，真的是一个不毛之地，走的人太多了，刘邦也麻了。可就在此时，下面的人突然来报告说，丞相萧何也跑了。刘邦一听，直接炸了，萧何走了，那我还混个锤子？要知道，我和萧何是在沛县一起长大的，你萧何如果不想混了，也要带着老子一起开溜啊！结果没过2天，萧何回来了。此时一筹莫展的刘邦又气又笑，骂他说：“你萧何也太不地道了，做兄弟讲义气，你搞妹爷呀！”萧何说：“汉王啊，你可别误会，我不是要逃跑，我是要去追逃跑的人。”刘邦问：“你追谁？”萧何说：“韩信。”刘邦一听更急了：“你是不是脑子上门急了？逃跑的将领几十个你不追，去追一个韩什么信？”萧何说：“诸将易得耳，至如信者，国士无双。韩信这种人，全天下只有一个。如果你刘邦这辈子只想待在汉中，我现在可以立马放了他。但如果你想和项羽一争高下，除了韩信，没有人可以帮你。”紧接着就是我在刘邦那期讲过的，刘邦一开始准备给韩信随便封个将军，可萧何说：“你呀，毕竟还是 too young too simple, sometimes naive。你要想留住韩信，你就要择良辰吉日，斋戒沐浴，设坛聚礼，当着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的面，封他为大将军。哎，咱走个面儿。”这就是登坛拜将。拜将以后，刘邦和韩信正式开始了面对面的对谈。所有的成功人士都要经历一次隆中对，韩信也不例外。刘邦问：“丞相多次推荐你，你有什么计策教我呢？”韩信反问刘邦：“大王你自己评估一下，你和项羽比，谁强谁弱？”刘邦非常诚实地说：“我不如。”刘邦这个人身上最难能可贵的就是真诚，该不要面子的时候就不要面子。我们站在上帝视角看着项羽的功绩和战斗力，都会认为项羽强，刘邦自愧不如，不丢人。但现实生活中，很多老板也面临同样的问题，是很难有像刘邦这样有诚意的。绝大多数在很多方面明明不如对手，却还是死活不承认。韩信也感受到了刘邦的真诚，反而拜贺他说：“项羽这个人因物斥诈，千人皆废。他一发怒，所有的人都怕他，但是他只是匹夫之勇，平时见人恭敬，有同情心，善待自己的族伍。可身边的人一旦立了功，该封爵的时候，手上的官印拿在手上都磨坏，
就是舍不得交出去，这叫什么？这叫妇人之仁。我韩信跟着项羽这么久，我太了解他了。项羽这个人平时有人情味，真正到了封侯赐爵的时候，赏罚不明，毫无原则。你看他称霸天下，却不据守关中，反而回到彭城建都，违背义帝之约，把封好的位置分给了自己的亲信。这些有功的诸侯心中个个不平，而且项羽的军队所到之处烧杀劫掠，百姓怨声载道，被他拿下的地方都是人心惶惶。一句话，民虽为霸，实失天下心。所以项羽不认贤，你刘邦知人善任；项羽不肯封功臣，你刘邦就赏罚分明；项羽残暴，你刘邦就用仁义安抚百姓。跟他反着来，他的缺点全部变成你的优点，可以理解为梅雨即反，事乃可成。相信我，你刘邦已经先入了关中，而且约法三章，现在只要你东出，百姓都会拥戴你。西元206年，韩信明修栈道，暗度陈仓。刘邦率军东出，由于章邯放松了警惕，仓促应战，结果被刘邦打了个措手不及，一败再败，最后退守废丘。汉军顺势攻入了咸阳，之后北攻董翳，东攻司马欣，三秦全部退兵。而此时的项羽面临着齐国田荣的反叛，深陷齐国战场，根本无暇救场。第二年，刘邦联合其他的诸侯，号称56万大军攻下了项羽的彭城。这是刘邦第一次取得这么大的胜利，直接飘了。他在彭城接着奏乐，接着舞，整日饮酒作乐。结果此时项羽从齐地回师，靠着3万精兵，把刘邦的几十万联军全部歼灭。彭城之战，刘邦惨败，自己的父亲、妻子全部被项羽抓了。此时的韩信还在和章邯在秦地死磕。最后，韩信饮水灌城，章邯被迫自尽。随后，韩信赶到了彭城，收拢刘邦的败兵，在荥阳和刘邦正式会合，然后在荆县、所县一带击破仇敌，挡住了继续西进的项羽。当刘邦输得一塌糊涂的时候，韩信帮他把散掉的楔渠重新连接起来。彭城之战以后，多是依附于刘邦的诸侯看到了项羽的实力，全部选择了叛汉归楚，这其中就包括了魏国。魏国在关中的荥阳之间，如果魏王叛变，就切断了刘邦的补给线。刘邦先派骊姬去游说，结果魏王不听，于是刘邦任命韩信为左丞相，开始攻魏。魏王魏豹把主力全部放在了蒲坂，封锁临近。韩信故意在临近征兵，虚张声势。当魏豹的注意力全部吸过去时，韩信已经派伏兵从下阳用木阴否渡河，直接起安邑。这个木阴否大概可以理解为一种渡河的器具，当然我也没有见过。阴否是陶制的容器，木阴否我想应该就是木质的容器，可能是这样。博物馆可以看到，有机会我们去一趟博物馆，拍给大家看一看。韩信通过疑兵之计战胜了魏豹，魏国平定。随后是代国，史书记载，韩信、张耳北击赵、代，秦下秦于燕羽。韩信刚打完魏代，刘邦就派人把他的精兵全部抽走，到荥阳去对抗项羽。我们在刘邦那期有讲过，刘邦多次收了韩信手里的兵，这是他的第一次。刘邦很清楚他离不开韩信，但是又要防着韩信，能力太强，总容易遭老板的忌惮。接下来就是韩信一生中最经典的战役之一——井陉之战。韩信要从代地攻赵，必须经过太行山的井陉道，这里的道路狭窄，车不能并行，骑兵不能陈列，非常不利于大军展开。赵王歇和陈安军的陈馀率领20万大军占据了荥津口，就等着韩信来。赵国这边有一个广武军叫李左居，他给陈馀出了一个非常稳的计谋。他说韩信远道而来，连战连胜，锋芒正盛，正面打未必有胜算。你给我3万骑兵，我从小路断了他的辎重粮道。你这边深沟高垒，坚守不战。韩信前不能战，后不能退，不出10天，他和张耳必然不战自败。这就是所谓的不战而屈人之兵。可惜陈馀不听。陈馀的逻辑是：实则为之，背则攻之。
我们的人多，韩信远来疲惫，如果这都不打，岂不是要遭天下诸侯的耻笑吗？韩信这边也得到情报，他知道陈馀没有采用李左车的计策，也松了一口气。韩信到了离行营口30里的地方停下，随后开始部署。夜里，他挑选了2000轻骑，每人带一面汉军红旗，从小路隐蔽到赵军的营内附近。命令很简单。明天赵军如果倾巢追击，你们就立刻冲到赵营，拔掉赵旗，插上汉旗。然后韩信又派1万人先行，背水列阵。赵军一看，背水列阵，兵家大忌，看来韩信不过如此。第二天一早，韩信主动出击行营口，赵军开场激战，打了一仗，韩信和张耳假装败退，扔掉了自动旗鼓。这古代作战，旗鼓是指挥系统，也是战功的象征。这赵军一看韩信丢旗弃鼓，于是立刻争着追，争着抢，队形就开始错乱。韩信一路退到了背水，士兵没有了退路，只能死战。赵军打了半天，打下来只好回营。结果一回头，发现自己的营垒全部是汉军的红旗。赵军以为赵王和将领都已经被汉军给抓了，于是军心瞬间崩溃了。这个时候，韩信前后夹击，大破赵军，斩陈馀于池水，活捉赵王歇。这就是著名的背水一战。后世很多人学韩信的背水一战的战术，但真正能复刻成功的却寥寥无几。背水一战，并不是说把自己的兵逼入绝境就能置之死地而后生。韩信在这一战，除了断绝了自己的退路以外，同时他利用了这些明眼人都能看出来的兵家大忌，让赵军轻敌。只有让敌人轻敌了，才能让敌人的兵变成骄兵，而骄兵必败。背水一战最开始只是打散了敌军，并没有歼灭敌军，所以他提前安排了2000骑兵夺营，用红旗制造敌军心理崩盘。真正的厉害不是把自己逼入绝境，而是反杀之后利用心理战术，让敌军陷入心理上的绝境。战争结束以后，他下令活捉李左车者赏1000金。李左车被抓以后，韩信亲自给他松绑，然后请他上座，以施礼相待。韩信知道，如果陈馀采纳了李左车的策略，自己则必败无疑，强者必须留下。一个顶级将领，除了能够消灭对手，也能让对手阵营的资源为我所用。韩信就是这样的一个军事天才。韩信谦逊地问李左车：“我接下来想北攻燕，东伐齐，我应该怎么做？”李左车一开始推辞，说：“败军之将何以言勇？”韩信说：“这百里奚在虞国，虞国灭亡，可他到了秦国，秦国能称霸，说明不是百里奚的问题。礼败是因为陈馀没有听你的计策，如果听了，此刻我韩信就是你的阶下囚了。”韩信用真诚打动了李左车，李左车也正式开始帮韩信分析局势。此刻士兵连战疲惫，如果强攻燕国，未必能获胜。咱们现在士气正盛，我们只需要把精锐安排在去燕国的路上，然后派一个说客去游说燕国，以您现在的威名，必然能够劝降燕王。韩信照做，结果燕王张荼一看形势，果然投降。至此，短短几个月，韩信破魏灭代，平赵降燕，北方局势安定。然后韩信向刘邦汇报了战果，并请立张耳为赵王，以稳定赵地。刘邦答应了，但没过多久，楚军多次渡河攻击赵国，张耳、韩信往来救援。此刻，刘邦在荥阳陈高一带被项羽打败。刘邦带着夏侯婴从陈高逃出，渡河到了修武，然后跑到韩信和张耳的军中，趁着韩信在睡觉的时候，把韩信的兵符给拿走了。这古代军中的规则就是认符不认人。等韩信醒来的时候，发现刘邦已经召集诸将，重新调配了军队。这是刘邦第2次夺了韩信的兵。韩信此时是什么心情，可想而知。刘邦让张耳守赵地，拜韩信为相国，让他去收拢赵地剩余的兵，继续去攻打齐国。韩信领兵东进，还没有渡过平原，就听说刘邦派骊姬已经说服了齐国投降。韩信原本也打算收手，这个时候蒯通出现了。其实这个人叫蒯彻，司马迁写《史记》为了避讳汉武帝刘彻的名讳，就写成了蒯通。诸如此类被迫改名的历史人物还是挺多的，比如春秋时期的田横就被迫改成了田常，
也包括横额被迫改成了长额，因为避讳改姓的，甚至改地名的都有。比如我们湖北的荆州，原先是叫楚州，因为避讳秦始皇父亲子楚，所以自秦以后，楚国一带都叫荆州。其实现在也一样，这互联网避讳，百度那是遥遥领先。很多不知道的外号，因为你屏蔽了，我就知道了。这个蒯通对韩信说：“将军接到命令是攻齐，汉王派骊姬去游说齐国，可并没有让你停止攻齐。既然没有下令，那你为何不答？”这骊姬一介儒生，靠着3寸不烂之舌，轻轻松松拿下了齐国70多城。将军你带兵数万，打了1年才拿下赵国50多城。咱们的功劳难道还不如一个儒生？这句话精准地拿捏了韩信的自尊心。韩信听了以后，决定继续攻齐。可此时齐国因为已经准备投降，已经撤掉了所有的防备，还请骊姬喝酒。韩信突然袭击，直奔临淄。齐王田广以为自己被骊姬骗了，直接下令把骊姬烹杀，然后逃到了高密，向楚国求救。项羽听说齐国危急，就派着大将龙驹带兵20万准备救齐。龙驹到了以后，两军隔着渭水列阵。韩信夜里部署了1万个沙袋，堵住了渭水的上游。第二天，韩信带兵半渡渭水攻击龙驹，打了一半立刻退兵。龙驹一看韩信败阵，于是率军追击。结果龙驹的军队一过河，韩信立刻就叫人掘开沙袋，上游被拦住的水滚滚冲下，龙军的军队死伤无数。随后，韩信率兵发动急攻，龙驹阵亡。河东的楚军一看主帅死了，军心溃散，齐国彻底拿下。平定齐国以后，此时楚汉的局势已经变了。韩信派使者求见刘邦，说齐国反复多变，南边又靠近楚国，需要立一个临时的齐王镇守，稳住局势。现在一时半会儿也没有合适的人选，我看要不这个临时的齐王，要不就我来。也就是我想当一个假齐王。此时的刘邦在荥阳被项羽围堵，日盼夜盼，就盼着韩信来救。结果等来的不是韩信的救援，而是韩信要当假齐王。刘邦当场大怒，骂道：“你 TM 的，老子困在这里盼着你来救，你丫还想当齐王？骊姬的账我都没和你算，这新仇旧恨呐！”话还没说完，张良和陈平同时在桌下踩着刘邦的脚，然后贴近刘邦的耳边说：“现在咱们汉军正是危急存亡之时啊，你能阻止韩信称王吗？你不能，不如顺势立他，好好对待，不然则生变。”这刘邦的反应也快，继续骂道：“我 TMD 的，骂错了吗？大丈夫平定诸侯，要做就做真王，做什么假王？”于是刘邦派张良正式去立韩信为齐王，同时敦促他赶紧带兵攻楚。你看韩信够厉害吧？可没有刘邦厉害。龙驹死后，项羽派伍射去游说韩信。伍射的话也很直白，当初天下人一起反秦是为了推翻暴政，秦王以后本来应该暗功分地，让诸侯休养生息。可是刘邦已经得了汉中，又要夺三秦，这种狼子野心的人不可信。而且我们项王多次放过他，一而再再而三，他出尔反尔。现在你韩信手握天下兵权，你帮汉，汉胜；你帮楚，楚胜。你今天如果帮汉，项羽死了，刘邦第一个就是要收拾你。所以你韩信现在有2条路，要么直接反，你项羽、刘邦3分天下；要么你直接反了刘邦，咱们和项王平分天下。韩信都拒绝了。韩信说：“我当年侍奉项王，官不过郎中，位不过知己，言不听，计不从，所以我才离楚归汉。汉王授我上将军印，对我言听计从，所以我韩信才有了今天。汉王如此轻信我，我绝不叛汉。”各位，这就是韩信身上一个最复杂的地方，他不是不知道形势，也不是没有野心。刘邦对他的知遇之恩太重了，一个曾经连饭都吃不上的人，一个在项羽身边连献策的机会都没有的人，突然被刘邦登坛拜将，给兵给权给名分，还封齐王。此时你让他突然背刺刘邦，
他真的做不出来。五色走后，他的谋士蒯通又来劝。蒯通说：“这个人呐，贵贱在古法，喜忧在容色，成败在决断。你韩信的面相，我一看就是一个封侯之相，而且此刻相当的危险。但是你的背贵不可言。”意思很明白，你现在正面走，只能当臣子，而且还很危险。如果你转身，则贵不可言，搞不好天下的格局就此改变。蒯通接着分析，这楚汉相争已经有3年了，百姓受苦，刘邦和项羽此时谁也拿不下谁。你如果碍于面子不肯叛汉，那就谁也不帮，3分天下，鼎足而居。天与福取，反受其咎；此志不行，反受其殃。机会给你，你不拿，反而受害；时机到了，你不行动，反而遭殃。可是韩信依然不听。汉王待我太后，我坐他的车就要和他共患难，穿他的衣我就要和他共忧虑，吃他的饭我就要为他而死。蒯通一看韩信这个人太讲情义了，就换了个角度继续劝说：论交情，你和刘邦能比张耳和陈馀更深吗？他们以前是文景之交，可最后不也是反目成仇了吗？论忠诚，文仲、范蠡这帮人帮勾践复国称霸，可最后文仲被杀，范蠡逃走。你韩信要懂得一个道理：功高震主者甚微，功盖天下者不少。韩信还是不为所动。1连几天，蒯通天天劝韩信，始终没有听。没过多久，蒯通离开了韩信。西元前202年，刘邦被困不宁，他用张良之计召齐王韩信、彭越等人会兵。韩信率军到垓下，项羽被围，最后乌江自刎。刘邦立刻袭夺齐王军，这第一时间拿了韩信的兵权。汉5年正月，刘邦喜齐王韩信为楚王，都下邳。表面上还是王，但实际上已经把他从刚经营好的齐地挪走。韩信到了楚国，回到了故乡，做了3件事。第一，他找到了当年给他饭吃的朴母，是千金，这就是一饭千金的由来。第二，他找到了当年去蹭饭的南昌亭长，只给了他100钱，还说了一句：“公小人也，为德不足。”意思就是你这个人德行不好，做事做好人不做到底。第三，他遇到了当年那个让他受胯下之辱的少爷，他不但没有杀，反而任命他做楚中尉。这韩信的原话是：“此壮士也，方辱我时，我宁不能杀之也？杀之无名，故忍而就于此。当年他羞辱了我，我想杀他，但杀之无名，所以我忍到了今天。但也正因为如此，我才能成就今天的功业。”韩信以上的做法对不对？各有各的说法，但从这些事我们可以看得出来，他这个人是一个性情中人。项羽曾经有个部将叫钟离昧，和韩信的关系极好。项羽死了以后，钟离昧就逃到了韩信那里，但刘邦非常怨恨这个人，估计是在战场上吃了他不少的苦头，所以听说钟离昧在楚国，就下诏让韩信去逮捕钟离昧。此时的韩信非常为难。与此同时，在刘邦这边有人告说韩信要谋反，刘邦本来就猜忌韩信，加上又有人上书说韩信谋反，于是更加怀疑。刘邦的手下陈平献计，让刘邦以天子狩猎的名义召集诸侯到陈地会合，然后假意要去游猎云梦，实际上就是准备去袭击韩信。这个陈地就是现在的河南周口，是当时楚国的边界。而云梦就是现在湖北的江汉平原一带，所以我们可以这么理解：刘邦把开会的地点设在河南，但实际上是要把人召集好了，带着兵去河北，直接拿下韩信，掩人耳目。韩信看得出来吗？当然看得出来。韩信一听说刘邦要来，非常纠结，直接发兵反吧，但自己行得端，坐得正，一旦真反了，这反贼的罪名就坐实了，直接去见刘邦。肯定会被抓，于是手下就有人劝他把钟离昧杀了，然后带着钟离昧的人头去见刘邦，这样造反的谣言不攻自破。韩信没有办法，来到了钟离昧的面前。钟离昧看着韩信，这刘邦之所以不敢带兵直接来打，
就是因为我钟离昧在你这里。你现在抓我去讨好刘邦，我可以负责任的告诉你，我今天如果死了，你韩信也差不多了。然后悲愤的大吼一声：“公非长者，你韩信不厚道。”说完自刎。韩信拿着钟离昧的人头去见刘邦，刘邦立刻命武士当场把韩信给绑了，然后放在后车。韩信此时说了那句千古名句：“狡兔死，良狗烹。高鸟尽，良弓藏。敌国破，谋臣亡。天下已定，我故当烹。”刘邦说：“我抓你是因为有人告你谋反。”于是韩信被带到了洛阳，可因为也没有查出谋反的罪证，所以刘邦也没有杀他，就名义上说赦免了他，但是降为淮阴侯。从王到侯，这是韩信人生的第2次重摔，在他的眼里，这种胯下羞辱无异，只不过一个是社会底层的羞辱，一个是权力顶层的羞辱。韩信知道刘邦忌惮自己，于是经常称病不上早朝，但在他的心里必然是非常不痛快的。史书记载，修与将、冠等列，他非常讨厌和周勃、灌婴这类人为伍。有一次，韩信去樊哙家，樊哙看到韩信跪拜迎送，然后说了一句：“大王乃肯临臣。”樊哙因为是屠户出身，所以被很多影视剧乱改，尤其是慷慨扮演的，先是糟蹋了张飞，后来又糟蹋了樊哙。李逵倒是演得中规中矩，这说明演员本身没有问题，而是编剧有问题。我理解的樊哙应该是粗中有细，和张飞一样。我们在刘邦和项羽那几期节目都有讲到鸿门宴，可以看出樊哙见到项羽慷慨陈词，讲话条理清晰，所以绝对不是一个简单的莽夫形象。韩信从樊哙家里出门后，笑着说：“我这辈子竟然和樊哙这类人为伍。”你看韩信这话说的，韩信的话说的是真让人寒心。尽管那是一个等级森严的年代，但是你韩信主动去找的樊哙，而且樊哙是以礼相待，你却说出这样的话，没有人听得会爽。还有一次，刘邦和韩信闲聊诸将的才能，刘邦问：“你觉得我带兵能带多少兵？”韩信说：“陛下带兵最多带10万。”刘邦反问：“那你淮阴侯呢？你最多能带多少？”韩信说：“臣多多益善。”这就是韩信点兵多多益善的由来。刘邦笑着说：“既然你韩信点兵多多益善，为何又被我擒住了呢？”韩信回答也很妙：“陛下不能将兵而善将将，这就是我被陛下擒住的原因。而且陛下这个能力是上天赐予的，我等凡人是学不来的。”这段话好笑吗？好笑，但它也危险。危险的点不是刘邦不懂恭维，而是韩信讲真话。哪怕你后面补上了陛下善将将，但这个将只有你韩信一个。如果有一天你不当将了，那我又有何将可将？这就是功高震主。没过多久，有个叫陈豨的人被任命为巨鹿手。出发前，他向韩信辞行，韩信拉着他的手屏退左右，然后对陈豨说：“你所在的地方是天下的精兵所在，你又是陛下最受宠幸的人。如果有人告你谋反，第一次陛下可能不信，但是第2次陛下就会怀疑，等到了第3次，他就会带兵去攻打你。到那个时候，我会从中起事，我俩一起图谋天下。”陈豨知道韩信的能力，也选择相信了他。于是，在西元前197年，陈豨果然叛变，韩信称病不出，刘邦则亲自带兵去平叛。结果，韩信暗中派人告诉陈豨：“你只管举兵，我在关中帮你。”随后，韩信和家臣谋划，准备在夜里假传诏令袭击吕后和太子。结果，韩信被自己的门客出卖了。这个门客把韩信要谋反的情况告诉了吕后。此刻，刘邦在外征战，吕后就起到了关键的作用。吕后找到了萧何，萧何派人从刘邦的军中回来，说陈豨已经被杀了，所有诸侯都入宫祝贺，
你韩信就算病了也得祝贺表示一下，而且是萧何亲自通知韩信的。这萧何对韩信是有知遇之恩的，刘邦的面子可以不给，但萧何的面子必须给，所以韩信便进了宫。韩信这一生真正改变命运的就是萧何，萧何月下追韩信，成就了他一生的功业。现如今，萧何骗他进宫朝贺，亲手把他送进了死狱。成也萧何，败也萧何。韩信一入宫，吕后立刻让武士把他绑住了，随后斩于长乐宫。临死前，韩信说：“吾悔不用蒯通之计，乃为儿女所诈，岂非天灾？”我后悔没有听蒯通的，被吕后这种妇人所骗，看来是天要亡我。随后，韩信被一灭三族。刘邦平定陈豨回来，看到韩信已死，史书记载，且喜且怜之，又高兴又怜惜。刘邦最大的隐患没了，最得意的将帅也没了。帝王的人情味和帝王的冷酷在这一刻同时出现。刘邦问吕后，韩信死前说了什么？吕后说，他说后悔没有用蒯通的计策。于是刘邦下令全城通缉蒯通，蒯通被抓了回来。刘邦就问，听说是你教唆淮阴侯谋反的？蒯通说，是，就是我教的，因为他没有听我的，所以被一灭三族，在我的预料之中。他要是听了我的，你觉得你能灭得了韩信吗？刘邦大怒，下令把蒯通给烹了，就是下锅煮了。蒯通立刻喊冤。刘邦说，你教唆韩信谋反，你冤吗？蒯通说，秦朝法纪崩坏，天下大乱，英雄并起，行失其路，天下共逐之。这路跑了，当然是谁跑得快就先得到。当时我只认识韩信，可并不认识你刘邦。这当年直着狗对着尧叫，那并不是尧有问题，而是狗只认自己的主人。言下之意，我当时就是韩信的狗，我当然只会替自己的主人说话。再说了，普天之下想当皇帝的，难道就只有陛下您一个人吗？他们当不了皇帝是能力不够，难道你要把他们全都烹了吗？刘邦听完叹了一口气，哎，放了吧。这刘邦最大的优点就是能听懂道理，这要是换成项羽，估计话还没说完，这个蒯通就成了刀下鬼。史记的作者司马迁评价韩信说，韩信虽为布衣，其志与众异，其母死，平无以葬，然乃行迎蒿躺地，令其旁可至万家，于是其母种良然。司马迁写史记，亲自到了淮阴实地考察，当地人告诉司马迁说，韩信还是布衣的时候，志向就和众人不同了。他的母亲死了，没有钱安葬，但是他还是找到了非常高敞宽阔的地方做坟地，确保旁边可以安置万户人家。司马迁也亲自到了韩信母亲的坟，确实是如此。这说明什么？说明韩信年轻的时候就想着通过建功立业光宗耀祖，同时也要开枝散叶安置万户人家。假令韩信学到谦让，不伐己功，不精其能，则庶几哉，于汉家勋可以比周赵太公之徒。后世写实以不务出此而天下已极，乃谋叛逆，一灭宗族，不亦宜乎？如果韩信能学习谦让，不夸耀自己的功劳，不矜持自己的才能，那么他对汉家天下的功勋足以和周公、昭公和姜太公相比。可他偏偏不走这条路，在天下已定以后，反而密谋叛乱，最后导致整个宗族被灭。在我看来，韩信最可惜的地方就是军事天才，强到要人可怕，但是政治上却又太过单纯。他能看穿战场，却看不穿皇权；他能算准陈馀为报戎车，却一直低估刘邦对他的忌惮。他知道置之死地而后生，却忘了自己功高震主以后，其实也是走进了另一个死地。
韩信这一生，从嫖母疑犯到胯下之辱，从萧何月下追韩信，再到登坛拜将，定三秦，背水一战，垓下灭楚，从齐王到楚王，再到淮阴侯，最后死在中士。他是英雄吗？一定是。他冤吗？意难平。他有忠义，也有傲气，有惊天伟地的军事才华，也有处理不好的君臣关系。所以韩信的悲剧不只是狡兔死，良狗烹，也是一个顶级天才在权力的世界里最终没有找到一个属于自己的位置。兵仙韩信战无不胜，攻无不克，最后却输给了人性。好了，关于韩信，我们今天就聊到这里。我想问各位看官，你们是如何评价韩信这位兵仙的？如果你们是韩信，会作何选择？欢迎在评论区进行讨论、补充、批评、指正。最后，别忘了点赞、订阅，有条件的小伙伴点击下方超级感谢按钮，感谢感谢！我是卡洛，我们下期再见。丞相，白帝兵少，何人可守？到所都，则先主帐下白吏，西方上宾也。书至，永安便交给你。臣领命。